我是瓜皮儿，无敌少侠前情提要。一日之间，全球护卫队7名超英被集体屠杀，凶手疑似是地球最强英雄全能侠诺兰。在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前，全球防御局决定按兵不动。与此同时，诺兰之子马克逐渐觉醒了超能力，开始打击犯罪。月黑风高夜，犯罪进行时，之前被马克打败的石头人泰坦来到一伙黑帮的仓库门前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启了无双模式。仓库里的黑帮人员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被他逐一虐杀。他最后只放了一个活口回去报信。马克仍然在继续打击着城市的一切犯罪。虽然英雄生涯节节胜利，但日常生活却糟心透顶。和安博的约会迟到了20分钟，在汉堡超市打工的3个月迟到了12次，今天更是迟到了45分钟。马克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也不干了。”甚至校长批评他频繁迟到，他也是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可唯独面对安博，他就无计可施。交往3个月，他们每次的约会，他不是迟到就是取消，而且每次都是很蹩脚的借口。马克很想告诉安博自己的身份，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泰坦带着女儿想吃的雪糕回了家，妻子奈莎一眼看出他们还没有摆脱机器头的魔掌。泰坦承认了，他原本以为对方拿到芯片后会信守承诺，没想到机器头却以家人性命威胁他，继续帮自己做事。父女俩聊天时，女儿看到了天上拽着大象怪的马克。在收拾衣物时，黛比无意间发现了达米恩的笔记本，上面的关键词战衣引起了他的怀疑。诺兰那天出院时曾经强硬要求拿回自己的战衣。伊芙家里也不太平，听说女儿离开了队伍，父亲非常不满，他命令女儿必须回去和雷克斯复合。男孩是可以犯错的，但他不行，他不能接受一个女孩子在外单干。伊芙直接气炸了，他反对说：“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以后就别见面了。”说完，他直接摔门而去。马克在天上巡逻时，追到了泰坦在楼顶上用油漆写的自己的名号。泰坦告诉他，现在城市底层都饱受黑帮老大机器头荼毒，他希望马克能伸出援手。从小受父亲放眼全球教育的马克，一开始还想拒绝，直到泰坦带他看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后，他才动摇了。晚上，他回到家征求父母的意见。机器头只是普通罪犯，麻烦的就是他的下属同位素。诺兰认为打黑帮是警察的事儿，帮助泰坦有失身份。黛比则说，帮助别人是不分贵贱的，既然决定了，就要放手去做。厨房里，夫妻俩因为分歧而吵了一架，诺兰最后选择了妥协，他们和好如初。晚上，莫勒成功利用自己的细胞克隆了自己。机器人在此时找上门来，他希望借助莫勒的克隆技术。天亮后，黛比以买东西为由支走了诺兰，然后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刚找到带血的战衣，诺兰就飞了回来，他只能先藏了起来。晚上，马克和泰坦杀到了机器头的办公室，但他早已预判到了他们的预判，加上超能力傍身，同位素很快就把雇来的5个超能力打手传来，包围了他们。两人不是对手，被打手团按在地上摩擦。正当他们命悬一线时，机器人带着新护卫队赶到，各自为战的他们依旧不是对手。混战中，马克、黑三孙和野兽女孩被打成重伤，奄奄一息。队友的惨状终于对护卫队团结起来，让他们分工合作。很快就打倒了其中4个打手，为首的狮子人见势不妙逃走了。机器头本想让同位素带自己离开，但他早已开溜，最终被活捉。希瑟尔赶来收了个场，他嘱咐下属无论如何都要救活马克。保险起见，他让人抽了一管马克的血液样本。失去意识前，马克似乎看到父亲就在天上注视着一切。由于耽搁了时间，马克没能及时赶到和安博一起做社区活动。了解了情况的伊芙告诉他，马克是真的爱你，他如果能来，一定会来的。晚上，泰坦接手了机器头的公司，旁边的同位素拍着他的马屁。泰坦说，为了妻女，他会把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好。今晚注定不太平。校园里，3个女生遇到了醉鬼道格，他轻浮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厌恶，很快离开了。道格还在吹嘘时，身后突然有人给他来了一针。他醒来后发现，眼前站着一个医生打扮的怪人，对方说了一大堆诸如“我能改变你的话”。道格以为遇到了神经病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右手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手。对方嫌他太吵，直接摘了他的声带。马克醒来后，诺兰告诉他，你已经昏睡了6天。病房外，诺兰问西塞尔达米恩是否招供了，西塞尔借口说还在查着动机，
他适时将话题转移到了马克身上。诺兰是最强的超英，可儿子却不听他的。年轻人总有点叛逆，这一点他挺欣慰。出院后，马克向安博道了歉，他不该爽约，他希望他们的感情不变。安博犹豫了一阵，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学校里，马克和威廉闲聊时提议周五大家聚一下看个电影。威廉说他的心上人瑞克已经约好了周五去州大学约会。看着州大学海报的宣传语，马克提出太想去，他需要和安博一起散心。收拾行李时，伊芙赶来和他做了道别。他觉得自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真正为人们做些实事。这个想法和马克不谋而合。或许某天他们都不需要再面对外星人入侵。三人很快踏上了旅途。路上，威廉细数着瑞克的好，听得马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William, come here. 瑞克热情招待了他们，还请他们一起旁听生物课。课上，辛克莱对老师的观点嗤之以鼻，他认为人类只有转化为机械才是一劳永逸的。为此，他和安博产生了争执，最后摔门离去。下课后，马克和安博在校园里散步，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，让马克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想和安博共同考上这所大学。好景不长啊，四人刚团聚，地面就传来了一声巨响，一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爬了出来，人群顿时大乱。看着威廉危在难心，马克顾不得其他，快速换装后救下了他。威廉也认出了马克就是无敌少侠。马克和怪物打得难解难分，搏斗中他扯下了对方的面罩，正是失踪的道格。看到自己被毁容后，受不了刺激的道格当场自杀。嘱托威廉保密后，马克快速离开，然后装作姗姗来迟的样子返回。安博将他看成了贪生怕死的懦夫，气愤地离开了。躲在暗处的辛克莱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将目标定准了威廉，并发誓这次连前额叶也要摘掉。晚上，黛比拿着诺兰的血衣找到了亚特帮忙化验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护卫队就是诺兰亲手杀害的。殊不知诺兰也跟了过来。黛比离开后，他带着一打酒邀请亚特一起喝。楼顶上这顿酒喝得堪比鸿门宴。回到宿舍后，安博仍然不想搭理马克，自顾自地去了浴室。瑞克为了缓和气氛，独自去楼下买了酒水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和威廉的视频通话被迫切断。威廉察觉到不对劲儿，想请求马克帮忙，但马克的心思都在怎么修补和安博的感情上。他追去了安博前往的派对，威廉只能独自去寻找瑞克。马克赶到派对时，发现安博正在和别的男生聊得火热，这让他觉得头顶有点绿。威廉的求救电话打了过来，马克直接飞回了学校。下水道里，他被3个加强版的怪物群殴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艰难地摘掉其中一个怪物的面罩，竟然是瑞克。辛克莱很自豪地说，他已经摘除了瑞克大脑中负责感情的部分。话没说完，他就被打脸了。威廉大声诉说和瑞克相处的点滴，唤醒了瑞克的理智。瑞克帮马克反杀了其他2个怪物，辛克莱也被暴打成重伤。事后，希瑟尔赶来收拾残局，他承诺会全力帮助瑞克复原，并给予辛克莱应有的处置。回到宿舍，马克和威廉都闷闷不乐。看到熟睡的安博，本想逃开的马克默默关上了门。另一边，诺兰回到家后，黛比在酒精的作用下质问他杀害护卫队的真相。酒醒后，黛比恢复了理智，他询问诺兰为什么还留着血衣。诺兰说，他原本是留着对付达米恩的，但心里却希望他能发现，如果他相信自己，这个家就会平安无事。黛比不想听这种敷衍了事的回答，他赶走了诺兰。刚准备通知儿子，唐纳德就带人找上了门。回去的路上，安博都不理马克的道歉。为了挽回感情，马克鼓足勇气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安博却说，早在几周前他就猜到了。他不爽的是马克把他当傻子。说完，他就下了逐客令，马克只能离开。车上，他向威廉诉苦。威廉说，哥们儿比你惨多了，你还有疼爱你的父母，我却没了一生的挚爱。得，这天是聊不下去了，马克只能另找他人。全球防御局里，希瑟尔简短告诉黛比他接下来的计划，想阻止诺兰，恐怕除了马克，没有别人能做到。与此同时，机器人带着自己的本体找上了莫勒双子。莫勒已经做好了他需要的克隆体。机器人说，等自己的意识完美转移到克隆体后，他就会给他们全球防御局的最新技术作为报酬。经过一番操作，机器人成功拥有了新的身体，但这也意味着莫勒没有了利用价值。他远程操控准备好的巨型机器人，想将他们抓回监狱。希瑟尔这时紧急召唤他返回，他也只能作罢。原来不久前，诺兰在返回家里后，杀光了藏身在家的防御局士兵，并找到了唐纳德监视的房子。唐纳德引爆了房中的炸弹，想拖住诺兰，但诺兰毫发无损。回到基地，机器人向大家解释了自己拥有新身体的事儿。雷克斯不关心这个，他只想知道为什么机器人要克隆自己的身体。野兽女孩说出了答案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。机器人解释，
他和他都是身体被诅咒困住的人。野兽女孩每用一次超能力就会加快诱化速度，他则是被困在了自己制造的机械坟墓里。现在他有信心解除野兽女孩身上的诅咒。之所以选择克隆雷克斯的身体，则是因为他听到过野兽女孩对雷克斯的赞赏。这件事的信息量太大了，众人一时间都接受不了。黑参孙打断了他们的争执，他们一起看向眼前的屏幕。在他们争执时，诺兰已经全速向马克飞去。浑然不知的马克还在瀑布旁和伊芙聊天。希塞尔知道绝不能让他们碰面，他安排人在路上进行了阻击。但造价4000亿的卫星大炮只是轻微让诺兰流了点鼻血，很快就被诺兰拆碎了。希塞尔只得亲自出马，他传送到诺兰面前，试图套一下。诺兰却说：“我拒绝套卡，这辈子也绝不套卡。”希塞尔等拖够了时间，才传送回局里，同时派出新武器，经辛克莱的手打造的3个加强版死亡士兵。诺兰一度被压制，可他很快就把他们逐一虐杀。希塞尔正准备亲自去找马克和伊芙时，下属却告诉他，他们现在正在朝诺兰快速移动，破釜沉舟了。塞西尔下令派出万福玛丽，虽然他曾经是被诺兰打败的章鱼怪，但希塞尔已经加强了他，让他感受不到疼痛，并且注射了所有增强药，这让他把所有的怒气都集中到了诺兰身上。诺兰逐渐落败，眼看就要领盒饭时，马克冲过来将他打倒，伊芙正要上去帮忙，希塞尔却打电话命令他立刻返回基地待命，其他的一概不要管。激战正酣时，莫勒复活的再生侠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。莫勒本想控制他去杀了机器人和护卫队，但机器人明显棋高一招，他故意给莫勒错误的图纸和遥控器，让再生侠变得不可控。再生侠一见到诺兰就暴怒地将他一顿毒打，边打边问他为什么杀死护卫队。这一幕被现场播报的直升机播送到了全球。无奈下，诺兰只能残忍地将再生侠再次杀死并分尸。马克第一次看到父亲虐杀别人，不由得愣住。诺兰表示 We need to talk. 他本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告诉马克真相，但也是时候了。他所在的维特鲁姆星确实拥有很高的文明，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因此他们不得不抹除弱者。抹除行动结束后，星球的人口也没了一半，剩下的都是势不可挡的人。他们决定将维特鲁姆变成唯一的星球，为此开始了侵略战争。他们每个人都被各自分派到一颗星球，伺机而动。他很幸运来到了地球结婚生子，却不能告诉黛比自己的真实目的。现在他必须让地球纳入维特鲁姆星。他希望马克加入自己，成为注定的天选之子。这番话让从小接受伪光正教育熏陶的马克无法接受，他不能为一群陌生人而奴役自己的朋友。诺兰也不废话，套克除了嘴炮还有铁拳。Thank you. 天上，诺兰以绝对的优势碾压马克，他被扔到了市中心，很多无辜百姓遭到殃及，死伤无数。Don't be scared, okay? 诺兰说，要是马克早点醒悟，这些人根本不会死。马克问他，用你的理论来说，难道妈妈的人生也没有意义吗？诺兰毫不犹豫回答了是。听到这话，黛比和马克都崩溃了。既然儿子执迷不悟，诺兰只有将他打进地铁站，让他亲眼感受一车厢人在眼前血肉横飞却无计可施的绝望。马克仍然没有屈服，即使被诺兰打得血肉模糊，他也没有放弃希望。
眼看诺兰就要下杀手时，过往的回忆浮现起来，那是马克小时候第一次参加棒球比赛，拿了好名次。当时的他们都过得非常温馨。诺兰出了手，他质问马克，即使你保护朋友，可你有数万年的生命，500年后他们都死了，可能地球也没了，那时你还有什么呀？马克艰难地回答，我还有爸爸。诺兰不想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，只好先飞走了。深夜，希塞尔带人救走马克。这一天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无比煎熬。从病房出来后，希塞尔找到黛比，他想掩盖全能侠的真实身份，对外公开就说诺兰已经被炸死，把他和全能侠分开。诺兰的著作一直很畅销，他一死，销量必定暴涨。黛比和马克在经济方面就不用愁了，他已经安排好了出席葬礼的替身，他们母子很快就能回归正常生活。他自责没有及时发现诺兰的真面目，现在必须做点什么来弥补。2周后，马克痊愈，希塞尔带他简短地参观了一下秘密实验室。现在诺兰下落不明，地球却不能无人守护，眼下人手紧缺，但他可以等马克考虑好是否继续英雄生涯。回到家，马克看着熟悉又陌生的一切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母亲则在房间里崩溃大哭。这时安博敲响了房门，他前来安慰马克，同时委婉提出了复合。威廉和伊芙也赶了过来，在朋友们的鼓励下，马克很快振作起来。希塞尔打来电话，外太空有不速之客赶来，马克换上战衣赶去，发现来人是阿伦。两人再次以石为凳，简单聊起了最近的事儿。阿伦说，星球联盟正在努力联合足够多的世界来对抗维特鲁姆星人的侵略。马克表示，到时候有需要自己的地方，他一定帮忙。目前他只有一个计划，先把高中读完。阿伦点了点头，虽然他不知道高中是什么。无敌少侠第1季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而该剧已经续订到第3季，相信并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